讲到中华民族在台湾社会依然是很敏感。蔡英文还说：“我读中国书，我是中国人。”对于赖清德来讲，这句话是绝对吐不出来的。两岸问题逐步的从单纯的国共内战变成了两岸对立，再增添了台独的性质。当你做去脉络化处理，我把前面切掉，我的邮箱后面就剩下台独了。前非洲阿亚非地区的前殖民地就大量的独立，当时毛泽东也是非常的拉拢拉亚非的新兴国家跟人民共和国站在一起，当这触犯了苏联的大忌。不过这样的结果是让当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因为支持中共的席次不断的在增加。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马习二会之后呢，这个台湾呢引起相当大的一个讨论，也就是到底两岸是什么关系？马习见面的基础是什么？两岸呢，不要说是所谓政治上的中国人哦，讲到中华民族在台湾社会依然是很敏感。可是大家非常意外的是，习近平用了很高的规格来接待马英九，到底背后这个政治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两岸会从过去的国共内战转换成今天的统独之争？这一次我们要来好好爬梳一下，为了要去脉络化、模糊化中华民国的法统合理性。以至于说，那再加上因为中华民国失去了中国大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也要加强它自身的法统合理性。因为1971年的2758的决议文的时候，用的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嘛，那驱除蒋介石及其非法代表嘛。为什么用这样？因为意思就是要追了1949到1971，明明已经丢掉了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政府，凭什么还占据着联合国的席次？但是这种法理的追认，并没有办法去驳倒原本的一个历史事实的产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那所以这也是过去为什么两岸在谈历史，包括台湾内部这个蓝绿在谈历史的时候，没有一家可以把整个历史的完整性脉络给叙述得很清楚。国民党在掩盖事实嘛，共产党在改造事实嘛，改成这对自己有利嘛，民进党在扭曲事实嘛。可是目标都是一样嘛，就是在这个政治论述当中取得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地位嘛。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有播放限制性的，大家要了解哈，且看且珍惜。好，那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讨论到法统的问题。那另外我们继续来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国共内战逐渐转变成两岸对峙哦。我认为是跟在军事行动上的停滞有很大的关系，学长。我刚刚前面也稍微提了一下啦，但基本上1949年到1958年这是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两岸的军事对抗的时期。这个时候，这个战役大小战役非常多啦。当时国军的作战范围还是深入到大陆内部的比如说1951年、52年的时候，国军曾经几次轰炸上海地区将整个上海地区的发电厂全部都炸坏让上海最高的时候曾经停电了将近6个月所以这个时候两岸之间的军事对抗还是非常非常尖锐的。但是到了1958年这个83炮战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历史上所谓的印尼的万隆会议就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微妙，甚至于逐渐走向反目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中国大陆所谓的从1959年之后开始进入所谓的3年困难时期，就是所谓的大跃进失败嘛。大跃进失败让中国大陆经济上面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重创第三个就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军事上面，当零星的军事冲突还是不断进行，但大规模战役停止之后，双方的注意力跟焦点就是我刚刚说的转移到什么？转移到外交战场上的争夺其实外交战场上争夺，我刚刚学弟讲到，其实这蛮重要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代表权或者说中国认同的这样一个争夺尤其是对联合国代表权的这样一个争夺。但是有一个状况就逐渐对在台湾中华民国不利了，就是后来在1950、60年代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前非洲阿亚非地区的前殖民地就大量的独立这些殖民地都带有反帝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当时毛泽东也是非常的拉拢这个或者说非常的号召这一些所谓的这个拉亚非的新兴国家跟人民共和国站在一起，当这触犯了苏联的大忌。当时大陆叫赫鲁晓夫是非常不爽这一点，所以赫鲁晓夫当时也在反斯大林路线推动所谓的修正主义这些都跟
毛泽东主政下的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不过这样的结果是让当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因为支持中共的席次不断的在增加啊。那最后压倒这个中华民国在国际外交战场上最后一根稻草是美国政策的转变。1969年之后，美国因为在越战旷日持久啊，无法取得胜利，所以当时的这个 Nixon 跟这个 Kissinger 就开始转变了他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国际架构的这样一个战略啊，开始转为历史上形容叫联中制苏。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啊，但是对在70年代的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哈。一直到我们知道1971年的中华民国就退出了联合国啊，连中国代表权就由北京的人民共和国取代。然后1972年的时候，这个日本就跟中华民国断交，所谓中日关系就正常化嘛。然后1979年的时候，中美断交，就是当时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中美关系也正常化。所以基本上这个外交的争夺，大概从1958年到1979年，到这个北京跟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就代表在这个阶段，这个人民共和国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最后我想要用这一张现在的中学学生的历史笔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马英九的马习会之所以会引起台湾的内部这么激烈的争论其实我们把争论的重点都放在你到底认同你是不是中国人，甚至可以说这次习近平是往后退了一下，小小退了一下，把政治意涵比较强的中国人用中华民族更多的去取代。这也是这次马习二会两位先生在见面的时候他们所谈论到的内容的细节啊。那你可以从这张笔记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老师很用心啊，他把这里的纪元是民国60年啊，就是1971年画了一个圈，然后上面延伸写中国打了一个问号。其实整个两岸的问题从国共内战的延续到了1971年也就是民国60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法理的一个转变。也就是当你的国际法人，中国国际法人失去之后，即便你内部压抑的再凶，你这个白色恐怖抓的再厉害，反台独抓的再厉害，但始终压抑不住是本土意识的增长，还有你的第一代具有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一些政治精英们，他们也逐步在褪色。一方面呢，可能呢第一代开始跟台湾的本土的住民开始混血，本土化。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法理的正统性也在退却。但是我们今天梳理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这个配合了太多的事情一方面是中华民国政府打不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退守到台湾这个小岛来；另外一方面呢，是你这个外部环境，也就是全球性的反帝国主义，还有殖民地的大规模的独立。再一方面呢，是中苏交恶，还有苏联呢，这个进入了1970年代苏攻没守的情况之下，苏联当时因为石油危机之后，苏联钱多到满出来全球性资源，而且他们后来换了一个领导人，就是非常有名，叫做苏勋忠台湾分叫做布里兹涅夫，大陆的话叫做勃列日涅夫嘛。他这全球狙击美国美国的压力也很大，他也必须寻求一个在战场上的失败，也就是在越战上也是不顺嘛，接着后来就开启了越战嘛，所以他必须要在外交上找补，所以他就更加的去拉拢了中国大陆，所以1971到1976，它是整个逐步的往后退行。还有呢，你之前为了要镇压台湾，就是清理出一个符合国民政府执政的环境的一个政治上的镇压的行为，军事上的这种很具攻击性的行为，就是228嘛，还有随后的白色恐怖嘛，那你也必须它的这个代价也会慢慢回来嘛。这些有彝族他们会来追讨那他们就很多就转向了台独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张图里面，从228里面把它给拉出来，所以它是多项力量的结合之下呢，导致了中华民国政府政党国民党，第一个，它在未来不久的这个时间点，当第一代政治强人老蒋倒下去之后，第二代政治强人蒋经国他必须寻求一个和解化，而且他必须要发展。所以这也间接促进了什么？开始你看10大建设为什么在60年1971年开始推展产业升级，逐步的，第一个你要让老百姓过得好，人家才会支持你第二个，你必须跟本土政治精英和解推台亲那第三个，你必须在国际上面去寻求一个突破路径弹性外交那第四个呢，你不能继续的维持武力的对抗，为什么？因为之前维持武力对抗，还有一个就是老共内部的问题也逐步缓解嘛，包括毛泽东这个在1976年的时候就过世了嘛，所以
整个这个所谓文革时期的混乱的状况，中苏混乱的状况也逐步得到缓解。所以这些都是它是一个接着一层一层接着，而且你看毛泽东跟周恩来过世没差多久啊，就第一代下去了，然后呢第1.5代的邓小平起来了。他开始采取新的策略，所以两岸就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军事的往后退，政治的往前进。可是呢，在里面所包含的悄然的是什么？性质的逐步转换，从国共内战的性质，再开始增添了两岸的性质，再增添了什么？台独的性质。所以，当你做去脉络化处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前面切掉，我的留下后面就剩下台独了。所以这张图看起来很清楚，可是里面却是很复杂、很模糊。而且你看，这个老师用的是什么？民国68年，就是1979年的台美断交嘛。理论上来说，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怎么会叫台美断交呢？所以，民国60年、1971年退出联合国，对于中华民国法统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也导致很多课本叫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其实没有这个条约。他得往前追认嘛，哈，对，这会变得很复杂、很 confuse， 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用这张图做结尾啊，可以解释很多。当然后面啊，随着小蒋总统的上台啊，还有后续的李登辉啊，这几个总统的后面如何的去推进两岸问题，逐步的从单纯的国共内战变成了两岸对立，好，变成了两岸交流，但是呢，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立，甚至在族群认同上的分立，甚至到今天赖清德当选的这个状况，哦，彻底的改变了，哦，就是这个总统的认知里面很不大一样。再怎么样啊，蔡英文还说过，我读中国书，我是中国人。对于赖清德来讲，这句话是绝对吐不出来的，更别说副总统萧美琴是完全是在国外长大的一个混血的台美混血儿这样的情况。所以台湾社会的这个质变，其实有它的一个巨大的脉络在，但是以前碍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两岸的那种很难讲得清楚。那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就王立文老师在做这个啊，我们打算花2集的时间把这2个前后的论述给整理一下，也是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啊。